这段视频里，印度一辆 WDP4D 型宽轨柴油机车以时速80公里撞上误闯铁轨的老黄牛，瞬间血雾横飞的名场面引起网友热议。有人说，火车动能过于巨大才导致黄牛解体。如果换成牛以相同速度撞击静止的火车，那就不会这么惨烈。比如有人拍摄迎面而来的火车时，突然一只鸽子闯入画面，径直撞上机车前脸，瞬间就弹飞不见。但换成鸽子以同样的相对速度撞上静止的火车，就不会这么惨。那么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呢？为了分析，我们就共同观看几个月前的一则事故调度通报。2026年2月29日，两拐洞314直通货物列车，本务采用正局西段配属 HXD2 型8轴交流传动货运电力机车，编组为 P62 型篷车，自宝鸡站始发，沿陇海铁路下行线开往洛阳站。列车运行至蒙蒙山隧道出口跨线特大桥区间时，离线停留平板货物列车所在奶牛脱落，侵入本线行车线界，落牛滞留于两拐洞314列车运行前方钢轨区域。机车司机瞭望发现线路侵入活体牲畜，立即连续长声鸣笛，并迅速减压制动。重载列车受制动距离约束，撞击前未能完全停稳，在特大桥面处与奶牛正面碰撞，造成一般 C 类事故。从刚才的事故通报，我们无法还原撞击的细节，所以咱们就把时间拨回到撞击前一刻。此时脱落的奶牛站在枕木上啃食铁轨，而列车以速度 v 冲来。假设这头牛的材质是像皮泥一样的理想塑性体，那么将发生完全非弹性碰撞，撞击后牛肉饼会粘在车头上，二者末速度相同。因此请看表格，第一组牛以速度 v 撞车，第二组车以速度 v 撞牛。对牛来说，速度变化量都是 v， 由此导致动量的变化量，也就是冲量德尔塔 p 大小相同，而动能的变化量德尔塔 e 也大小相同。所以这两组撞击中，老牛的惨状一毛一样。但众所周知，奶牛由牛肉干加水制作而成，所以它的材质实际比橡皮泥稍有弹性。因此，法国数学家博松就用撞后的相对分离速度与撞前的相对接近速度之比，为老牛赋予了碰撞恢复系数 E， 其数值约等于 0.1。根据博松的推论，火车以速度 v 撞牛时，牛的末速度为 v 的1加 e 倍，而牛以速度 v 撞火车，其反弹速度则是 v 乘 e。从表格不难发现，这两组撞击中，奶牛的速度增量都是 1.1 v， 所以两次撞击的冲量相同。但计算撞击前后的动能变化发现，火车撞牛时静止的牛具有了较大动能，从0加速到轻微超过火车速度，而牛撞火车时，碰撞反弹的速度明显慢得多，以至于动能变化量较小。那为什么冲量德尔塔 p 的大小相同，但动能变化量不同呢？原来火车撞牛时，压缩过程和回弹过程中，奶牛受到的冲击力都在跟着匀速前进的火车位移，导致冲击力的做功距离延长，从而让奶牛获得了更大的反弹动能。反之，牛撞火车的反弹阶段，回弹的冲击力只是作用了微小距离，因而动能增量很小。但两组撞击的接触时间和冲击力大小完全相同，所以冲量也是相同。那么再来看这个视频里突然冒出的鸽子，它的碰撞恢复系数 E 一般取 0.1。根据博松推论，撞击后鸽子沿铁轨方向反弹的速度等于1加 e 倍的火车速度，再加碰撞前鸽子沿铁轨方向的接近速度的1倍。那么假如火车时速80公里，鸽子在铁轨方向的时速20公里，则撞击后鸽子沿铁轨方向的反弹速度就增加到每小时90公里，这导致它嗖的一下就消失不见。综上可知，平板车上的奶牛因老寿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静置过程中自行脱落，侵入正线行车线界，形成线路突发障碍物，需承担全责，故依法责令该牛变成自然烤肉，赔偿机车司机。